大家好，我係中環11少。一份香港賽馬會嘅終止會籍通知，點解會震動成個中環？因為呢個唔係普通嘅出局通知書，而係一場精心策劃嘅清算，正式拉開序幕。最近市場上面嘅花生油焦點都放咗喺詹培忠、詹劍倫兩父子身上。坊間流傳嘅劇本寫得好簡單，好符合大眾對正義嘅想象。父子二人利欲分心，喺亞洲資源賣殼案度行騙，最終串謀欺詐罪成，視囊入獄。作為香港權力同地位象徵嘅賽馬會，喺呢個時候將詹劍倫個名由會員名冊上面劃走，睇起上嚟簡直就係為民除害，彰顯公義，完美嘅壞人有惡報故事。成件事就好似一出編排好嘅電視劇，因果分明，大快人心。但係如果你真係信咗呢個童話故事，咁你唔止係太年輕，仲係太天真。你睇到嘅只不過係權力階層想你睇到嘅表面文章。法庭判決只係法律層面嘅規定動作，而馬會呢份名單先至係真正嘅戲肉，係權力圈子嘅割席宣言，一場無聲嘅社會性處決。馬會唔係法庭，佢代表嘅係香港最頂層嘅人脈網絡同社會資本。俾佢踢出局，等於公開宣示詹家已經唔再係我哋自己人。佢哋所代表嗰個膽搏膽打天才波嘅時代，連同佢哋嘅玩法正式宣布玩完。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嘅父子兵敗故事，而係一場新舊秩序之間精密計算過嘅世代清洗。要睇得明呢場大龍鳳，我哋必須時光倒流，翻到去嗰個被稱為金牌莊家嘅男人，同佢所代表嘅嗰個野蠻生長嘅狂野年代。詹培忠嘅故事唔係由咩嘢名門望族開始，佢1946年生於潮州，係個徹頭徹尾嘅過江龍。老豆早年已經去咗柬埔寨做生意，佢直到1957年先嚟到香港。書佢冇讀幾多，中五都未讀完，就跟老豆去金邊學做生意。呢種同主流精英截然不同嘅成長軌跡，注定咗佢唔會行一條循規蹈矩嘅路。70年代啊，佢老豆買咗個經紀牌，將佢掟咗入去。喺嗰個連電腦都冇，交易全靠人手落盤，龍蛇混雜，人聲鼎沸，大聲叫價嘅金融叢林嘅遠東交易所。佢憑住一股潮州人特有嘅狠勁同膽識，喺一片混亂之中殺出一條血路。佢自己講過，所謂金牌經紀就係因為夠搏夠專注，人哋收市去飲茶，佢就喺度聽電話，左手一個右手一個，同時聽3、4個盤，思緒仲要絕對清晰。無論前一晚賭到幾夜，第二朝開市，佢一定準時出現喺自己個位。慢慢10幾間上市公司嘅股票操作都交晒俾佢。佢就由一個執行指令嘅經紀進化成控制股價秩序嘅莊家。喺嗰個年代，莊家唔係今日美化咗嘅流通量提供者，而係一種公開嘅秘密。佳寧股價炒到上17、8蚊，呢啲都係佢嘅手筆。佢嗰部金色勞斯萊斯更加係嗰個魚翅撈飯年代最招搖、最不可一世嘅圖騰。係真正將佢捧上神台，又幾乎將佢打入地獄嘅，就係人都識嘅佳寧案，即係電影金手指嘅故事原型。佢同陳松青嘅關係就係一場利益同算計嘅極致演繹。詹培忠自己都認，陳松青好識得用人，會先俾你啲甜頭，等你慢慢捲入去，好似跌入如來佛嘅掌心，走都走唔甩。佢幫手股票交收，只要唔出事，自然豬籠入水。但係喺佳寧帝國搖搖欲墜嘅時候，詹培忠做咗2件極之關鍵嘅操作，展現咗佢超乎常人嘅危機嗅覺。第一，佢買咗人生第一間上市公司，喺九龍證券交易所上市嘅新時代。一個空殼，但係標誌住佢由棋子變成棋手。當時證券監理專員霍禮義仲要求佢幫手提高收購價去就翻個市價。呢次表面上嘅妥協，實質係一次精明嘅政治投資。佢一早就明，喺香港人情世故嘅潛規則有時比法律條文更重要，要識得俾面當權者。第二個操作更加堪稱神來之筆。佳寧總部有個吉鋪，陳松青問佢點算，佢話不如開間潮州酒樓啦，實賺。結果裝修800萬，詹培忠自己出錢，但股份佳寧佔54%，因為諧音唔死夠吉利。點知幾個月後佳寧被清盤，呢間酒樓竟然成為佢嘅救命稻草。佢同清盤官談判，用3折價錢買翻另外54%股權，完全控制咗間酒樓。呢間佳寧嗱，極具諷刺地成為佳寧呢個虛幻帝國灰飛煙滅之後唯一留低嘅服務真實客人嘅實體資產。呢2次操作
完美預演咗佢日後公司醫生嘅商業模式喺廢墟之中發掘價值。不過喺時代嘅巨浪面前，呢啲小聰明根本微不足道。80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引發股災，佳寧呢個建立喺信心同槓桿之上嘅商業帝國瞬間灰飛煙滅。詹培忠為佳寧擔保嘅股票一鋪清袋，上市公司經紀牌，所有嘢化為烏有。佢話佳寧總共爭佢3800萬，喺當年係一筆天文數字。佢走去揾陳松青追數，對方只係淡淡咁反問佢：哦，你要嘅係咩錢啊？然後就冇下文。呢種從天堂跌落地獄，再俾人喺傷口上撒鹽嘅感覺，徹底重塑咗佢。呢次經歷令佢對人性同商業世界形成咗一套極度冷酷嘅生存哲學。第一就係一個呃字，佢覺得成個社會都係呃過，商業世界就係一場零和博弈，邊個呃得高明，邊個就係贏家。呢個唔係道德判斷，而係佢從慘痛經歷中總結出嚟嘅現實。第二就係只能靠自己，經歷過背叛，佢對所謂友情、信用徹底幻滅，從此只信自己，控制權一定要喺自己手上。喺破產之後，佢冇一沉不起，反而帶住呢套喺失敗中提煉出嚟嘅冷酷哲學，開創咗一條新血路，做公司醫生，專門拯救瀕死嘅上市公司。但如果話佳寧案教識佢人性嘅不可靠，咁之後同賭王何鴻燊嘅交手，就教識佢關於權力嘅終極一課。佢當年用超低價買入一間公司，意外得到澳門回力球場嘅控股權，再用天才級嘅財技救翻盤生意，準備收成。點知最大債主何鴻燊笑笑口同佢講：我唔識計複雜數，我只識計婆乸數。我出咗1001萬，你一毫子都冇出，點解你分30%？喺絕對權力面前，道理係最冇用嘅嘢。呢場大石壓死蟹令佢徹底明白，財技再高都高唔過權力，拳頭大先係硬道理。當佢嘅財技越嚟越純熟，甚至開始涉足政治，想將拳頭變大嘅時候，一個更強大嘅對手出現咗，就係代表公權力嘅證監會。90年代，佢同證監會因為德智發展呢間公司展開咗一場長達10年嘅世紀之戰，而呢場仗正正就係佢個仔詹劍倫嘅學徒生涯裏邊最重要亦都最殘酷嘅一堂實戰課。詹劍倫唔係喺溫室讀 MBA， 而係近距離睇住自己老豆點樣同監管機構喺法律嘅灰色地帶搏殺，點樣用盡一切程序手段拖延時間，點樣被刑事檢控，最終罪成入獄，連立法會議席都冇埋。佢學識嘅係一套喺逆境中掙扎求存嘅街頭智慧，同埋最重要嘅一課，遊戲係有底線嘅，一旦越過，代價就係失去自由。所以你睇，由金牌莊家到公司醫生，詹培忠嘅每一步都係喺同人、同制度、同權力嘅搏鬥中不斷進化佢嘅生存法則。而佢個仔詹劍倫就係呢套法則嘅唯一繼承者。但問題嚟啦，點解一套喺狂野年代 work 嘅生存法則，到咗今日會連個仔嘅馬會會籍都保唔住？呢場橫跨幾十年嘅清算背後，真正嘅莊家又係邊個？係咪有一股新嘅力量，決心要將舊時代嘅幽靈連根拔起？詹劍倫喺呢盤棋入邊，究竟係棋子定係戲子？呢啲我哋會喺下一集同大家深入拆解。如果對我哋嘅故事有興趣，記得訂閱我哋嘅中環11兆，仲要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如果想睇更詳細嘅故事，記得訂埋我哋嘅 Patreon。下次節目再見。